贝卡，贝卡丘，贝卡丘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卡皮君。伊布在神奇宝贝里，由于非常善于基因突变，所以拥有非常多的进化型，这也是他为什么这么高人气的原因。那么今天卡皮君就来盘点一下神奇宝贝里拥有伊布的7位训练家吧。第1位，太一的伊布。小智一伙第一次见到的伊布正是太一的。当时由于太一不想让自己的伊布进化，所以把它暂时藏在了一座山上。可是没想到却被小智一伙送回来了。太一的3个哥哥认为神奇宝贝的魅力就在于进化，所以便想让太一的伊布进化，但是太一却完全不想让自己的伊布进化。注意，当时的伊布还只有3种进化形态，那就是水精灵、火精灵和雷精灵。在这集的最后，由于太一的伊布没进化就打败了火箭队，所以他的哥哥们便不再强迫让太一的伊布进化了，他们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伊布4兄弟。第2位，樱花的伊布。讲完了伊布4兄弟，那么现在就介绍一下伊布5姐妹吧。其中用伊布的名叫樱花，是家族里面最小的，她的情况跟小霞比较类似，所以小霞很快就和她成为了好朋友。樱花曾经提出想和小霞一起旅行，小霞很愉快地答应了，但是后来在意识到自己太过于依赖别人后，便放弃了这个想法。后来樱花和小霞第2次见面时，樱花的伊布已经进化成了太阳精灵，同时她也变得能够独立了。这个时候小霞邀请樱花一起去旅行，没想到却被樱花拒绝了。这次她的理由是想要一个人去闯荡。对此我想说，很好，你的戏份成功杀青了。第3位，小茂的伊布。小茂的伊布第一次登场于神奇宝贝无印第117集，当时小智用皮卡丘挑战小茂的伊布，结果输了。到了成都联盟的时候，小茂的伊布已经进化成了月精灵，可以说变得更加厉害了，单方面完虐了胡帝。小智这个时候想去挑战小茂的月精灵，结果却遭到了小茂的拒绝。第4位，小瑶的伊布。小瑶的伊布是从蛋里面孵化出来的，后来小瑶用它参加了多场滑猎大赛，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到了神奇宝贝第1批的时候，小瑶的伊布已经进化成了冰精灵，可惜没看到小瑶的伊布是怎么进化的。在名可丽杯的决赛上，小瑶用冰精灵和小光的波加曼进行了一场最终对决。根据神奇宝贝里不成文的规定，新的女主一定会打败上一任女主，所以小瑶很遗憾地输掉了比赛。第5位，沙莉拉的伊布。沙莉拉的伊布非常喜欢跳舞，但同时也非常怕生，这在比赛中肯定会造成很大的影响。后来在沙莉拉的细心帮助下，伊布终于克服了这种恐惧，开始能在许多人面前展现自己优美的舞姿了。后来沙莉拉的伊布进化成了仙子精灵，这无疑对沙莉拉未来的表演之路会有更大的助力。第6位，巴吉埃的伊布。巴吉埃手里拥有除了仙子精灵之外所有伊布的进化型。在遇到小智的时候，他正苦恼要将自己的伊布进化成什么，后来他终于领悟到伊布就是伊布，只要做好自己就行了，也可以不需要进化。在合众联盟的时候，巴吉埃灵活运用伊布的各种进化型，闯入了决赛。最后在双方都只剩下1只神奇宝贝的情况下，巴吉埃用伊布打败了对方的赤面龙，成为了合众联盟的冠军，可以说人生赢家啊。第7位，伊利玛的伊布。伊利玛是学校里公认的王子，拥有极高的人气，走到哪都有一片粉丝的尖叫声。说实话，我实在 get 不到他到底哪里帅了。他的伊布从他很小的时候就跟着他了，所以实力自然不用多说。这里要特别提一下他和伊布的专属贼招式，叫什么九彩升华齐聚底，多么重要的名字啊！这个贼招式可以说是开挂了，竟然可以将其他所有的伊布进化型全部召唤过来，然后将他们各自的力量传送给伊布，从而使伊布的力量大增。话说这种绝招在联盟比赛中会不会算是作弊啊？场外援助应该是被禁止的，不过还好阿罗拉地区暂时没有联盟比赛。好了，最后卡皮君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如果你有一只伊布，你会将它进化成什么呢？又或者是选择不进化呢？好了，今天分享就到这了，希望大家赏个脸点个赞哦。好了，咱们下期见。